您的眼界決定世界的寬度。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我是任明月。從兩岸的脈動，再到全球的變局，今晚我們將為您層層拆解，精準剖析。先來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明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立法委員林玉芳林委員。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麼我們接下來介紹今天呢，主要我們節目的重點。中國發布了 Kimi K3以及 EUV 問世，那對後續的世界的這個經濟發展為何呢？美國總統川普啊，他竟然就在美中升溫之際啊，竟然對外發布了中國介入美國選舉，也引發了後續一連串的討論。那麼呢，這個美伊戰爭啊，後續會如何走向呢？也都會在我們今天晚上的節目為大家深入的來討論。也先請觀眾朋友們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也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可以的話呢，也可以上線來留言，跟我們一起互動，一起掌握世界的脈動。我們先來看到這一周的世界的焦點。來，先來看到了這個美伊的地緣衝突大爆發，美國封鎖了荷姆茲海峽以及雙方互攻。那麼美伊呢，在停火的備忘錄當中呢，並沒有明定的通行的規範，也導致商船是連續遭到伊朗的革命衛隊開火。那麼美軍呢，對於伊朗發起了連續的空襲啊，打擊，並且實施了海上的封鎖。川普更揚言說啊，如果不談判的話，就會炸毀伊朗的電廠。那麼會影響到什麼呢？油價以及航運的危機。那麼國際油價面臨了再次衝破了每桶$100的壓力。另外呢，迫切的替代方案呢，重新替代了輸油管線，來降低對荷姆茲海峽的地緣依賴了。好，我們這一題呢，我們要來問一下林委員了。這個川普是大動作終止這個海上封鎖，那麼這個是不是他的極限施壓的籌碼，或者是說呢，他已經準備好要做好全面的戰鬥？我不認為他準備要打一個大規模的區域性的戰爭了，因為基本上來講，川普就是個生意人嘛，啊，然後叫生意人，商人重利輕別離嘛，所以他很多東西他都是用金錢來算的。那這個到目前為止哦，大概這個美伊的戰爭打了4個月，2個禮拜又6天，所以嚴格講起來，過了今天就4個月3個禮拜，打了這麼久了，那花了多少錢呢？美國國防部說，我這個軍費啊，大概就花了大概300億美金。那 CSIS 在華府的一個智庫，它的估計呢，它是國防部是300億。CSIS 說是400億，可是很多的國際的專家學者，他們把經濟的因素放進去，譬如你剛剛講油價一漲，美國納稅人就要花更多的錢去買油啊，是這全部加起來的話，到目前為止，美國大概損失的就納稅人損失的錢加起來啊，800億美金到1000億美金，這是一筆大錢。對，那這幾天這種炸法，那少說要很容易就加上100-200億美金啊，所以川普其實他知道這個戰爭要趕快把它結束，那他現在用升高戰爭手段的方式呢，其實就是玩一個我們講說 game of chicken， 就是膽小鬼遊戲。他認為說我比較強大的一方，我只要施壓，你就會妥協，你就會投降。所以他現在認為說我就是要狠狠的炸你，連續炸，可炸1個禮拜甚至10天，最多2個禮拜。你就投降了，啊，這很多人都這樣想。美國打越南的時候這樣想，他從來沒有想到你這一打就打20年。後來打阿富汗也沒有想到這一打也是20年，啊，這個後來俄國在1979年進軍這個阿富汗的時候，也沒有想到這隨便一打就是7年，就是10年。那你想現在烏克蘭戰爭也是打了4年4個月，啊，很快就要5個月了。所以美國這種算盤的打法，他不敢發動大規模區域性的戰爭，可是拉高這個轟炸的這樣的一個規模、強度跟深度，我認為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因為伊朗人最重要的原因是伊朗人沒有辦法信任美國人，你跟我一邊談一邊就對我的領導階層進行斬首式的這種軍事行動，所以他們覺得跟美國打就是要打到底了。所以這個戰爭我看就是會持續。
是，对。那我們來看到，現在美國啊，它封鎖了荷姆茲海峽。不過，其實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了，兩個國家就是中國還有俄羅斯這兩個國家了，因為他們不只對中東的原油是相當的依賴，而且他們兩國對於伊朗的國際關係是非常的要好。我們來問一下介大使了，這個他們呢有沒有可能會採取，比如說對於美國反制，或者是說來處理一個像是調停的手段呢？我覺得調停的話，現在是中國大陸比較積極，俄羅斯並沒有出面調停啊。那你說反制的話，那現在兩個國家都沒有這樣做。那從國際這個整個的這個國際政治一盤棋來看，那麼人類進入了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秩序來，通常一般的情況都是別人的災難就是你自己的機會，沒有人真正願意去犧牲自己的利益去解除別人的災難，而有的時候帝國主義國家常常是用制造別人的災難來創造自己的機會。那當然我不是說中國大陸或者說俄羅斯會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不過就中國大陸來講的話，其實一開始的話，中國大陸就一直採取一個他對國際政治的一個基本的立場，就是勸和促談。就跟俄烏打仗的時候，中國大陸也是勸和促談，然後希望回歸到用談判方式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糾紛，這樣子的一個途徑。那可是大陸有一個從俄烏戰爭以來，我的長期觀察就是說，他不願意公親變事主，這是兩邊的衝突。你如果去調停，最後變成得罪了一方或者得罪了兩方，對你都是得不償失，而且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最後解鈴還是須繫鈴人啊。那其實希望這調解或者說調停這一場戰爭的最直接的苦主來講的話，應該是波斯灣的國家，尤其是這個海灣國家組織的這些阿拉伯國家，以這個沙特為首，所以他們也沒有很明確的站出來啊，因為他們是屬於盟友，可是他們的表態已經很清楚了，他们沒有站，他們美國的盟友，可是他們沒有站在美國的這一邊，而即使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攻擊，他們也是很克制。他們的考量就是不希望這場戰爭擴大，因為真正的受害者可能不是只有伊朗啊，真正的受害者可能就是海灣這些國家，所以他們也找到了像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那這個國家的話，事實上在積極的在調停，積極在希望消弭這場戰爭。那中國大陸事實上是給巴基斯坦也有很多的支持。那麼很多不管是立場上或者在聯合國裡面，當然你會怎麼樣的作為啊，都配合得很密切。所以我覺得這一場戰爭最後解鈴還是須繫鈴人吶。那伊朗是保家衛國，那是維持自己國家的領土完整，那麼防止自己國家被外國的軍隊侵略跟佔領啊，他是有這種戰鬥的決心。那你也不能說他不斷的不放下武器，或者說他繼續這場戰爭，他不會輕易的放棄。那原因是他是在保障他的核心利益，他的國家被攻擊了，而且另外一方面，伊朗採取的戰略從頭開始就是等比報復，他從來沒有主動攻擊過，只是被攻擊以後，他用同樣的比例進行報復而已。所以主動的攻擊從頭到尾都是美國這一方。對，而且一開始的手段，而且是用這種斬首式暗殺偷襲的，所以川普總統現在對偷襲兩個字特別敏感，對，只要一提到偷襲，他就把日本痛罵了2遍。所以這場戰爭真正的關鍵現在很清楚，就是川普願不願意，要不要繼續打下去。他只要停下這場戰爭，這場戰爭就結束了。是，那能夠影響川普的有誰？你說連美國老百姓、美國的憲法都管不了他，其他國家管得了他嗎？是，好，謝謝哦。那我們從這個美伊戰爭再來看到是之前的烏俄戰爭了。我們來看到呢，烏俄戰爭它現在大逆轉了，從原本的陸戰轉到了海戰哦。我們來看到烏克蘭，它的用無人系統的部隊啟動了新一個階段的海上行動。短短數日呢，它就用大量的無人艇還有無人機，就擊中了俄羅斯影子艦隊它所有的能源船還有物資貨船。那麼俄羅斯的軍方呢，也緊急下令來關閉了像是這個亞速河的海道的這個刻赤海峽，全面的暫停該水道的交通。那麼影響到什麼呢？我們來看到了
全球的小麥還有糧食的供應鏈告急了。因為亞速海它是俄羅斯以及歐亞內陸連接海洋的重要門戶，那麼也引發了全球小麥價格可能會應聲的飆漲。另外呢，克里姆林宮呢的能源變現也受阻了，因為烏軍直接就切斷了克里姆林宮在規避國際制裁出口石油來獲取戰爭資金的生命線了。好，我們來問一下尚志哥嘍。這個一個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現在又多了一個亞速海被封鎖。那麼這個會不會造成新一波的糧食危機，或者是說又造成另一波的這個新一波的全球通膨？好，首先這個有關於這一次糧食危機小麥的討論，還是要來看現在俄烏戰爭當中這一波針對在黑海跟亞速海航道，那麼這邊在打什麼戰？怎麼回事呢？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克里米亞半島。那我們都知道，現在俄羅斯佔領了烏東地區，那這塊當然大家都是這個是纏鬥着哦。那俄羅斯要控制這個地方，它就要花費很大的力氣。然而這裡頭終究是跟俄國的部分的陸路的這個交接的地方。但是克里米亞半島作為早前俄羅斯很早就拿下來的地方，它這裡其實主要是現在烏克蘭也還在這附近有一個兵力的防守，特別是無人機哦。但是克里米亞半島它沒有辦法從烏東直接俄羅斯去做那邊的補給。要知道，在俄烏戰爭打起來，那麼其實烏克蘭針對克里米亞半島採取封鎖的狀態，就指的俄羅斯在補給，無論是燃料、包括糧食等等，就要透過黑海跟所謂亞速海航道。那這裡頭它就不斷的要用船運到克里米亞半島。那這個烏克蘭就無人機，你來了我就炸你，你來我就炸你。那這個地方都知道沒有辦法用這個俄羅斯的部分的海軍來護衛，所以這就造就了整個俄羅斯在這一陣子大概有超過116艘的貨輪跟油輪都被炸，都被無人機攻擊。源頭是這樣子來的。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頭，後來發現其實俄烏雙方對於彼此當然都在攻擊。那麼烏克蘭採取這個叫摩洛哥行動，剛剛講已經炸掉超過116艘俄羅斯的部分的船艦，那也就使得我們都知道呢，小麥這個部分其實無論俄羅斯、無論烏克蘭，都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出口國，而且又便宜，那麼這個狀況又好，這就使得看，到底有沒有影響？有，俄羅斯影響了25%，烏克蘭影響了30%。那我們知道，其實，在2022年一開始俄烏戰爭打的時候，當時其實小麥受很大的影響，但那時候是缺，因為整個就亂掉了。此刻呢，還是有生產，雙方俄烏都還是有產小麥，但是在航運上，就是物流這一次就被卡到了。那麼全球市場影響所及很敏感，在整個我們看最重要的是芝加哥的期貨交易所，大概就創了2年的新高。那麼包括巴黎的磨粉小麥的市場也創了大概17個月新高，漲幅都是從5%漲到15%，而且現在恐慌的情緒還在持續的進行。那麼因為這個部分都沒有辦法輕易的獲得解決，所以我覺得要大家特別注意的部分是說，先前大家都覺得小麥在2年前，那麼應該大家都適應了，可是，一旦有局部性的衝突，雖然核心是為了克里米亞島，可是半島。但整個延伸所及，一旦有一些風吹草動，就會使得大家現在對於能源也好，對於剛剛講延伸到對於這種原物料，乃至包括小麥，那這次除了小麥的價格高漲之外，連帶也影響到不應該被影響的玉米等等的這些糧食，最近其實都在波動當中，這也就是戰爭所帶來的後續影響。好，謝謝。那我們要問一下林委員了。那麼對於烏克蘭這樣小國家，他用無人機的這個戰術來打敗了這個俄國的這個軍隊，那麼對於我們台海關係來看，有沒有什麼樣的啟示？就這幾個字就是關鍵，就叫不對稱的戰爭。好，因為大國跟小國的差別在，就大國的整體的作戰的資源非常豐沛，小國相對來看就弱很多。所以俄國本來要打烏克蘭，他就3個禮拜就要佔領基輔跟周遭重要的據點，那就是沒有辦法。好，所以這個不對稱的戰爭裡面幾個特質注意，就是說你要用很便宜的方式去生產你的武器，而且要大量的生產，至少你要能夠去組裝啊，因為敵人如果封鎖了你，你外來東西是很有限的。所以你的武器不僅要便宜，而且要能夠就地就去生產，然後組裝。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你的武器要航程要遠，因為你要打到敵人的肚子裡面去，他才會痛。你打到邊境邊遠的地方，
它對邊境的地方對他來講，他感受的那個痛是比較淡的那麼深這樣子。還有一個就是要精準的打擊目標，因為你的敵人可能像俄國的土地都這麼大，你要打他，你如果不精準的話，那打了很多地方就不痛不癢了啊。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去學的啊。那這個無人機、無人艇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答案，就是所謂的便宜，可以大量生產，而且科技的成分相對是比較低一點啊。那這個就是台灣去學的。那對南海、台海，這個都是在這個全世界來講都是很重要的水道。所以你這個無人機，你不僅要打到對方的肚子裡面去，你要能夠封鎖周遭的海域，也就是說，兵不厭詐哦，就是說你要讓敵人很痛苦，因為你可以打他，讓他船都出不來，像俄國的船，你都沒有辦法去補給克里米亞一樣，你的陸上的交通也沒有辦法去補給，然後你也讓周遭的鄰邦非常的痛苦，所以周遭的鄰邦就會幫這個小國家去想，如果讓這個戰爭快點可以結束，所以就是講來講去，關鍵字就是不對稱的戰爭。對，是，謝謝委員。好，那麼我們再來看到了中國啊，它發布了最新的科技，我们來看到了中國 AI 巨獸 Kimi K3 問世了。中國 AI 獨角獸月之暗面，它發布了這個新一代的大型模型 Kimi K3，它是以2.8兆參數的規模來登頂全球最大的開源模型，而且呢，它甚至還超越了這個美國的頂尖大廠模型，甚至還展現出了自主設計 AI 晶片的驚人能力。那麼關心影響到是什麼呢？金融市場震盪了，全球的晶片還有科技股都重挫了。再來看到呢 ，AI 競爭白熱化也逼急了美國的科技巨頭。另外呢，產業生態重組了，全球的中小企業還有開發者，他們可以擺脫了對美系統這個昂貴的 API 的依賴了，來降低打造專屬於 AI agent 的門檻。好，我們來問一下這個尚志哥嘍。那麼這個傳出啊，美股啊晶片因此大跌，是不是就是這個 Kimi K3 造成的影響？那麼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多衝擊的影響？好，我想在前2天哈，在美國科技類股，尤其是 AI 相關的類股，真的股價大跌。其中的我認為這個 Kimi K3 應該就是講 trigger， 它就是一個這個扳機影響了。那我們都知道，現在對於美國所謂的這些 AI 的數據大模型到底如何？我們現在都知道它有幾大的指標。首先，現在當然最新是 ChatGPT 5.6，大家是視為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其次，一直很厲害的，其實就是 Anthropic 的部分的它的這個 Cloud 的這個 Fable 5.0，現在真的非常強，尤其它可以寫程式，它是一個 agent 哈 AI agent。當然，其他我們都知道 Google 跟 Meta 也都有大數據模型。好，我們看到這一次就是最近在上個禮拜三剛剛公布的這個 Kimi K3哦，為什麼它這次會受到很大影響？首先，它同樣是作為剛剛講2.8兆這麼樣的大數據模型，就是比照我們剛剛提到的，包括 ChatGPT， 包括剛剛所謂的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Cloud 的，是同等的，這是我們現在美國最頂尖最大的模型。然而，它這次出來之後，當所有測試它的性能效能之後，全美國無論是 AI 界還有媒體界，大家都大震驚。為什麼震驚呢？首先，第一個當然是功能非常非常強。它這種所謂大的數據模型，現在就不只是像 ChatGPT 這樣，它同時也兼顧了 AI agent 的實力在這裡面。好，強沒有錯，但是現在強到什麼地步呢？現在我們來看美國媒體主要媒體對它的評價。我們先看《紐約時報》，《紐約時報》的媒體怎麼說形容呢？他說這一次的 Kimi K3 已經嚴重的威脅到美國 AI 領先實力的整體發展。你看《紐約時報》不是你剛輕易說的哈，所以當他表達這個嚴重性，甚至有人在講說，整個他把美國當中 AI 的能力全部抹平了，所以就知道他的強的地步到什麼樣的程度了。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兒還有更精彩的解析。